乌军破天荒的即将拿到还算先进的西方豹2坦克，这是否会对俄军装甲部队构成较大威胁？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，我是虎妞。随着俄乌战场进入短暂的相持阶段，情势对于乌军愈发不利之时，西方开始增强对乌军援力度。一些现役的先进装备也出现在了援助名单当中，包括先进的 M777 榴弹炮、M142海马斯火箭炮和 M270 火箭炮等。而西班牙也打算对乌克兰援助更先进的作战武器。这一次，西班牙破天荒的要援助乌克兰先进的西方主战坦克。根据西班牙媒体《国家报》的报道，西班牙军方打算向乌克兰军方援助此前从德国购买的豹2 A4 主战坦克，这算是开了先例。同时，西班牙国防部公布消息，接受豹2 A4 主战坦克的乌军车组要在拉脱维亚和西班牙本土接受豹2 A4 坦克的作战训练。对此，俄网友认为豹2 A4 对于俄军装甲部队具有不小的威胁。这种坦克虽说不是最先进的西方主战坦克，但是打俄罗斯早期型号的 T72 和向东乌武装提供的 T62M 主战坦克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而估计西班牙方面公布这个消息时，乌克兰的坦克车组已经在开始接受培训了。豹2主战坦克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一，主要是由德国研发，并且普遍服役于德国装甲部队。历经20多年发展，共有 A1 到 A7 等多个改进型号。其中，豹2 A7 主战坦克位列当今性能最优秀和均衡的西方主战坦克。在外销方面，豹2主战坦克则是打开了多个国家的市场，如奥地利、丹麦、芬兰、希腊、挪威、波兰、西班牙、土耳其等国，都采购了大批量的豹2系列主战坦克。其中，西班牙更是装备了300多辆豹2系列主战坦克，主要是109辆豹2 A4 主战坦克和219辆豹2 A6 主战坦克。90年代，西班牙陆军是采用租借的方式，向德国租用了109辆德军用过的2手豹2 A4 主战坦克，坦克性能表现非常出色。随后，西班牙就将这批坦克正式的购买了。其后，西班牙的三塔公司获得了在当地为西班牙军队生产219辆更先进的豹2 A6 主战坦克的合同。而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，西班牙陆军打算援助乌克兰陆军40辆豹2 A4。按照乌克兰陆军的编制，可以组建1个半装甲营。这些坦克都在仓库，西班牙部队列装后没有经过任何的升级改装。豹2 A4 型主战坦克是豹2主战坦克家族生产最多的一型主战坦克。A4 构型相比此前坦克包含许多实质改变，包含自动灭火防爆系统、全数位火控电脑和新型穿甲弹。豹2 A4 主战坦克分成8批，于上世纪80至90年代生产。据统计，德国共生产了695辆新豹2 A4 主战坦克。实际上，虎妞认为，豹2 A4 主战坦克在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技术较为先进，但是放在2020年代，只能说在先进的3代坦克面前处于中等水平。不过，豹2 A4 再怎么说也比乌克兰陆军装备的一水 T72 和 T64 早期主战坦克强得多。如果豹2 A4 能够顺利参战，能够给俄罗斯装甲部队造成一定的麻烦。俄军装甲部队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大量的 T72、T80 和 T90 主战坦克。如果援助给乌克兰的豹2 A4 包含 DM33脱壳稳定尾翼穿甲弹的话，是可以确保击穿俄军早期 T72 和 T80 主战坦克的车体装甲的。但是俄军也有不少更先进的 T72B3M、T80BVM、T90A、T90M 等主战坦克。这些坦克在俄军现役上千辆，火控和观瞄甚至防护都是强于豹2 A4。即便是发生豹2 A4 和俄军的坦克大战，俄军先进坦克也可以确保在足够远的距离击毁豹2 A4。因此，虽然乌克兰能够获得较为先进的豹2主战坦克，但是就这点数量，在整个庞大的战场上无异于是杯水车薪罢了。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俄军的无人机、战斗机、攻击机和炮兵的支援，这些俄军在战场上都是占据优势的。因此，西班牙送给乌克兰陆军的40辆豹2 A4 坦克很难在战场上发挥决定性作用，
而俄军甚至也有可能将运输豹尔 A4 主战坦克的列车直接击毁在西乌边境。不过，虎妞认为，西班牙向乌克兰赠送先进主战坦克的背后，很可能是美国在暗中推波助澜。美方为了避免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，直接刺激俄罗斯，所以采取让西班牙赠送主战坦克的方式测试俄罗斯的反应。如果俄罗斯没有什么反应，美方可能就会趁此机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主战坦克。不得不说，现在战争并没有结束的印象。西方国家为了让俄军在乌克兰流干鲜血，持续不断地向乌军提供先进武器。如果战局迟迟未定，俄军在遭受西方武器先进的打击下，势必会承受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的代价。至于下一步的具体情况如何，还得看俄军的实际行动。